嗨，我是阿汉。今天我要来介绍台北市的干线公车咯。这条从新店的大崎角出发，经过北新路、景美、基隆路、信义商圈，最后抵达捷运市政府站，那就是基隆路干线啦。今天我们就要从捷运市政府站一路搭回去中山桥头，除了介绍沿线之外，最后还会折返回到碧潭，带大家去逛逛碧潭吊桥以及和美山步道，上去欣赏新店碧潭的整个景色。在开始介绍650这条路线之前，欢迎先大家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哦。好啦，现在我们马上开始咯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介绍的是基隆路干线，顺便带大家去和美山逛逛哦。那和美山呢，可以看整个新店碧潭的景色哦。那现在跟着阿汉一起出发，走。不知道还有没有人记得，当初650跟647本是同根生呢？其实650最早叫647副线。1990年代，新店没有市区公车的路线直达基隆路、信义计划区，就在1999年11月11日辟驶了由新店青潭经过中心路到市政府的647。同年的12月27日，接近年尾的时刻，再新增经过北新路的647副线。副线使用黄牌标示，以方便乘客搭车的时候跟正线作为识别上的区隔。2000年2月5日，正线跟副线一同延驶到大崎角。同年的6月5日，副线再独立号码为650，跟647正式分家，陪伴了新店的好朋友们超过20年的岁月。在2008年的时候，650曾经试办经过信义区庄敬路的副线，不过试办期间只有3个月，搭乘率不佳，只好宣告停驶。如今新店以及信义商圈发展成型，650沿线的搭乘人数高居不下，更是新店客运所有的路线当中班次最密集、最赚钱的黄金路线。2017年台北市政府推动8横8纵的干线公车政策，将650正式更名为基隆路干线。这条路线通车到现在已经26年了。从看着开线一路到现在跃升成为黄金线，想起这26年的时光真的过得好快呀！哎呀，都不小心透露出我的年纪了。年龄真的会随着人的回忆一点一滴的增加。从我小学6年级拍公车，一路到现在，我已经是个中年的叔叔喽。基隆路这条路名的由来，其实跟基隆真的有一点点关系哦。这条路当初是辟于清代的时候，是作为溪口、新雅、三张犁、六张犁的联络的小径。原始的路名不知道叫什么，但可以查得出来，当时的路基只有到今日的和平东路。日本时代，日本人为了因应太平洋战争，而在1942年将新雅的小路拓宽成40公尺的战备道路，作为飞机临时跑道。2次大战结束之后，因为这条路衔接中正路，通往基隆的捷径，所以政府在1947年将这条路定名为基隆路。由于政府当时计划将基隆路拓宽并且截弯取直，所以在基隆路的旧线的东侧开辟一条新的道路出来，衔接和平东路跟罗斯福路。紧接着中段也跟着截弯取直，原本基隆路2段的旧路更名为嘉兴街。1988年，基隆路高架道路福和桥到长兴街的路段通车。1994年又进一步通到和平东路以南的北端的终点。基隆路尖峰的车流量相当的大，
有时候尖峰坐车回家会常常塞到动弹不得。但是现今基隆路依旧是往返公馆、中永和、信义区相当重要的联络道路。我们现在转上罗斯福路，准备要进入万隆跟景美。景美的地名是怎么来的呢？在清朝乾隆年间的时候，有位先民郭习流在开凿柳公圳的时候，引用新店清潭的溪水来灌溉大台北东区的农田。经过物理学习的时候，必须架设大木舰来运送灌溉用水。这个地区刚好位于木舰的尾端，因此称为舰尾。由于舰这个字跟井用闽南语来发音的话是差不多的，所以从日本时代改名叫景尾。到了1950年代，台湾推行地方自治，景尾跟木栅从台北县的深坑乡分出来，各自独立成为一个新的区域，改为景美镇，仍然属于台北县管辖。1968年7月1日，景美镇并入刚升格直辖市的台北市，改为台北市景美区。1990年3月12日，台北市行政区重划之后，景美跟木栅合并成为文山区。连接台北罗斯福路6段到新店北新路的桥梁，是由北新桥跟明远桥所共同构成的。北新桥的前身是在1921到1965年营运的台铁新店线的火车的铁桥，仅供火车行驶的桥梁。1965年万兴铁路拆除之后，便改建为汽机车可以行走的北新桥，于1965年10月竣工。明远桥是为了纪念天主教的神父明远而命名，于1996年1月竣工。最早的景美桥在1761年为了灌溉台北盆地时后所兴建的引水渠道。现在所看到的景美桥是第4代的桥梁了，于2010年9月完工通车，采斜吊索拱桥设计，提供汽机车通行，连接台北的景文街以及新店的顺安街。北新桥、明远桥跟景美桥成为景美往返新店相当重要的联络桥梁。其实7张的地名的由来，跟我之前介绍台中5张里的由来是一样的。7张的张指的是张犁的单位，1张犁是5甲地。因为早期这附近有7个人合股开垦田地，所以称为7张。新店类似的地名除了7张之外，还有12张、14张、20张，地名由来都是差不多的意思。另外，在7张开垦的刘氏家族刘炳胜，因为开发有成，所以开始逐步往14张以及20张来做开拓，是14张的主要开垦大户。提到北新路，得先从刚刚提到的台铁新店线说起。当时万兴铁路是私人台北铁道株式会社所兴建经营的，全线1921年4月17日通车，这是新店往来台北城最早的运输方式。1949年6月，台铁花费了新台币180万元来收购经营，改称台铁新店支线。除了载运沿线的旅客之外，还负责货运的运输。1950年代后期，北新公路逐渐完工，开行公路局的路线，台北往来新店更加方便了。由于北新公路跟铁路几乎是并行，逐渐取代台铁新店线的地位，最终于1965年3月24日停止营运。铁轨路基拆除之后，并将北新路拓宽成现今的模样。
大旗角这个地名是怎么来的呢？如果用台语发音的话，叫做大家卡，因为这里是大香山的山脚下，用旗这个字的台语发音来做解释的话，意思是指山脚下的地势比较陡峻，所以叫称为大旗角。到了大旗角终点站之后，我们就搭车折返回到捷运新店站，顺便带大家看另一侧的主要建筑跟景色咯。我们到了捷运新店站，沿着旁边的新店路往前走，大约200公尺就会看到碧潭吊桥了。新店路这一条是早期的新店老街，不过下次有机会再做介绍。碧潭又称为赤壁潭、石壁潭、狮山边大潭，是新店溪从山区流入新店市区的时候，因为河面变得较为宽阔，类似像水潭状的河段，加上河面水色碧澄，所以叫做碧潭。碧潭的两端早期是没有任何的桥梁连接，如果要到对岸的话，必须要渡船。进入日本时代之后，在地的人士赖云建议在这里新建一座吊桥，方便两端的居民通过。之后由台北州驻文山郡土木技手江石定设计，陈海沙的光智商会施工兴建。1937年，碧潭吊桥完工，这也可以说是第一座全部由台湾人兴建而成的吊桥。早期这座吊桥呢是可以供人车通行的，而现在是一座只供行人专用的吊桥。前后经过3次维修，2013年8月5日，新北市政府将碧潭吊桥列为市定古迹。我们走过了碧潭吊桥之后，吊桥的旁边就是和美山步道的登山口咯，就从这里上去带大家到和美山的山顶看风景吧。缓缓的走上去之后，会看到这个岔路口，因为和美山的步道分成蓝色水岸步道跟绿色的青山步道。蓝线的步道是沿着河岸行走的，如果要前往山顶的话，那就要走绿色的路线咯。和美山的绿线步道只有短短的800公尺左右，步道的坡度比较缓，海拔只有153公尺。如果是新手级的登山朋友，非常适合来这里哦。其实和美山的步道会经过碧潭乐园的旧址，园区歇业后宛如荒废的鬼域，一度被称为猛鬼乐园。1990年代的电视台灵异节目非常喜欢来这里探险，可以说是榜上有名的地方。现在碧潭乐园早就全部拆个精光，只剩下一片荒地了。步道剩下70公尺，这一段比较陡峭，在爬的时候要小心一点哦。好不容易啊，终于爬到了观景台。不过，好吧，相信大家看到这个画面会有点难过，不过没关系。阿汉我折返下山，回到蓝色水岸的步道。蓝色水岸步道有个地方一样可以观景哦。至于这个位置在哪里，我有点不太好形容啦。旁边的建筑物不多，
没办法明确告诉大家位置到底在哪里。不过看到这个画面，相信大家觉得应该好多了吧？带大家看完这个美丽的风景，节目也要接近尾声喽。下次大家可以自己来走走看。好啦，爬完和美山之后呢，今天这一集的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边。我是阿汉，喜欢我们的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拜拜。